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早上喝白开水的人一定要花2分钟看看，长期喝白开水的人会这样。口渴意味着忍痛和提前死亡。巴特曼是盘尼西林的发现者，诺贝尔奖得主亚历山大·费莱明的学生。他毕生致力于研究水的治疗作用。他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，发现一个震惊世界医学界的秘密：许多慢性疾病的病仅仅是身体缺水，他不用药，仅用水，就治愈了3000多名患者。巴特曼博士发现水可以治疗1心脏病和中风，因为水能稀释血液，有效地预防心脑血管阻塞。2骨质疏松症，因为水能使成长过程中的骨骼变得更加坚硬。3白血病和淋巴瘤，因为水能够将氧气输进细胞，癌细胞具有厌氧的特征。4高血压，水是最好的天然利尿剂。5糖尿病，因为水能够增加身体内色氨酸的含量。6失眠，水能够产生天然的睡眠调节物质褪黑激素。7抑郁症，水能使身体以天然的方式增加血清素的供应，身体缺水和醉酒一样伤身。当人发生轻度脱水时，思维就开始混乱。更危险的是，一旦脱水，自我感觉的精确评估能力开始下降，其后果相当于醉酒。喝水的方法，喝水不是喝茶，一天喝2到3升的水，多次喝，不是等到口渴时喝水，尽量喝白开水，而不是碳酸饮料和咖啡。茶、咖啡、葡萄酒和饮料不能代替身体所需要的天然水，因为这些饮料虽然含有水分，但也含有脱水因素，特别是咖啡因和酒类。这些物质不仅会清除溶解它们的水分，还会清除身体额外的水分。现代人，包括大多数医生，不明白水在人体中的作用有多么重要。药物可以缓解病情，却治不好人体的衰老性疾病。许多疾病的病因仅仅是身体缺水，身体缺水造成水代谢功能紊乱，生理紊乱最终又导致诸多疾病的产生。巴特曼博士从医多年，经常碰到这种情况，明明是身体缺水发出的信号，急需补充水分，但人们却用化学药品对付这些缺水信号。更不幸的是，这个错误还会持续，身体的病症逐渐发展得越来越复杂，用药越来越多，直到有一天病人死了，这时谁都说不清，他究竟是病死的还是渴死的。这是新的认知模式和新的科学理念。当然，要挑战现代医学得到广泛认同不容易。多喝水不如会喝水，会喝水可以分3次。准备一个能装500毫升到1000毫升水的保温杯，放在床头。第一次睡前喝200到300毫升的水，第二次夜间小便后喝2-3口水，大约100毫升。第3次晨起再喝300到500毫升。如果担心起夜影响睡眠，白天就少量多次喝水，每次100毫升以保持体内水分。晚上喝水节制，水能解决多种健康问题。在现代医学发展史上，治疗人体功能退化性疾病的第一个重大发现就是水的使用。这是一种简单而天然的治疗方法。简而言之，防止脱水就是预防疾病。一般情况下，进入成年后，渴的感觉逐渐衰退，我们身体内的水分会越来越少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体内细胞的含水量也会逐渐减少。细胞内的含水量与细胞外含水量之比从1:1减少至大约0.8:1，也就是说，进入老龄后，每10年身体丧失3升以上的水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。
我们喝水是为了满足细胞的功能需求，喝水量减少会影响细胞的活力。巴特曼博士发现一个神奇的事实，病人脱水的信号是通过身体的疼痛表现出来的，不渴也要喝水。人们都会对干渴和饥饿做出反应，以为二者都是饥饿导致的，但是人们总是固定吃东西，身体就需要消耗过剩的食物，导致干渴的感觉逐渐占据上风时，才会喝些水。当干渴管理机制发生作用时，人体仅存的水分将会得到调配，并在需要时使用，这会使人体整体运动机制发生改变，即开始生病。如人体长期脱水，会导致依赖水分的人体功能暂时关闭或休眠，进而身体脱水的程度会越来越严重，有些器官和功能的承受力就会达到极限。水的角色也像人体清道夫，参与新陈代谢和排出废物。水喝得不足，身体的代谢作用会迟缓不顺畅，废物积累在体内会导致便秘结石的问题，也会让人精神变差，容易疲劳。如果依赖口渴的感觉去判断喝水，就会引起长时间脱水，主要是引起细胞内部脱水，结果导致生产神经传递素的工厂体内的氨基酸大量丧失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细胞内的水分含量将逐渐少于细胞外的水分含量，细胞内部的水分逐渐流失，将导致水渗透平衡被完全打破，细胞的吸水性能和储水性能将会逐步丧失，这就是开始干瘪。假如老年人体内的水分充足，将会有个潜在的好处，能提高蛋白质和酶的活性。由于蛋白质和酶所处自由水环境的影响，这意味着体内拥有充足的水分，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预防早衰和所有感官系统的过早退化。仅仅依赖口渴的感觉做出判断，等到口渴才开始喝水，只会带来严重的后果。等待口渴意味着忍受疼痛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要养成一个日常喝水的好习惯。经常喝茶叶的人和只喝白开水的人，谁身体更健康？白开水和茶叶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两种饮品。白开水不用说，没有人敢说自己没喝过。茶叶这个就要见仁见智了，喜欢的人每天都要喝，不喜欢的人是怎么也不会喝的。而且长时间以来，这两种方式一直被人们争论。有人说白开水健康，也有说喝茶叶可以预防身体疾病，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。那么这两种方式究竟哪个对身体更健康更好呢？我们知道喝水其实对身体的新陈代谢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身体的毒素和脏东西都需要水来帮助我们运输出去，所以说经常喝水对美容养颜、调节失眠、祛湿排毒都有很重要的作用。所以白开水几乎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喝的，对身体健康很好。可是近几年我们经常会在新闻上看见有人因为喝水过多造成水中毒，最终不得不去医院抢救，喝水也会中毒。很多人一听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，事实上这是存在的。我们平时烧水的容器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水垢，如果不及时清理，这些水垢就会随着水一起进入我们的身体，对健康造成危害。除此之外，虽然多喝水对身体有好处，但是我们身体处理水的功能也是有限的，如果喝得太多，可能就会发生水中毒的情况。由此可见，白开水虽然对身体有利，但喝得太多也是不好的，喝的方式不正确，也会对健康造成威胁。茶叶就算你没喝过，可是在生活中听也听过很多次，
不过关于它的说法有很多，有人说常喝茶可以防癌，也有人说喝茶可以致癌，很多人都很迷茫，不知道该不该喝。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没有错，经过研究发现，茶中的诸多成分都能通过发挥抗氧化、调控致癌的关键酶等方式发挥预防癌症的作用，尤其是乌龙茶对抗肿瘤的作用效果很好。常喝茶叶对预防癌症确实可以起到防癌的作用，那么茶叶致癌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茶叶本身所含的物质中并没有对身体不好的成分，可是我们知道茶叶中的成分会由于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质，尤其是当我们喝的方式不对时影响很大。比如这些不良的饮茶习惯可能会对身体产生影响，茶叶水很烫时就急不可耐的想喝，隔夜的茶叶舍不得扔掉，仍然继续冲泡着喝，一杯茶叶冲泡的次数超过5次以上等，这些坏习惯都是可能会致癌的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